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她就是斜杠做电商，然后就是做到8个 million， 我想说下烂。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神秘职业大揭秘。那今天的神秘职业邀请到是我们的电商楼头 Amazon 的卖家成功辅导经理。那像是大家熟悉的这个 Alan 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在 Amazon 上面就是卖家。那今天会有这个合作，也是因为 Amazon 看到了我们之前谈 Alan Pro 那一集，所以主动来跟我们洽谈合作。那我们也很期待呢，可以借着这个机会，透过官方的辅导经理来为大家揭开跨境电商的神秘面纱。那 Bill 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吗 ？Hello， 志奇 ，Hello 大家，我是来自亚马逊全球开店台湾团队卖家成功辅导团队的辅导经理，我叫做 Bill。我是大概在2020年加入亚马逊的台湾团队，那到现在大概有2年的时间，主要负责的业务会是规划跟设计所有跟卖家培训项目相关的一些专案，那同时也会担任部分的课程讲师。那听说你们是看到我们之前那支影片，所以才来找我们合作的。你们公司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 Alan Pro 很红的呢？就是从那个迷因流传的那一阵子开始，然后有不少卖家会在我们的活动上面问。所以大概是那个时候，是直接去询问你们 Alan Pro 的这个课程问题是吗？应该是说在活动上面，然后问说推不推荐去参加那个活动。哦，居然是这样子。那虽然 Alan Pro 蛮红的，但应该还是有蛮多的观众呢，对于在这个广告当中一再出现的跨境电商，可能没有到很了解哦。所以可不可以帮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跨境电商？如果观众朋友没办法理解跨境电商4个字的话，那我都会建议他们就是把跨境跟电商2个字分开来看。跨境就是跨境嘛，牵涉到不同的国境。那电商就是整个商务行为线上化，也就是做生意的方式，我们把它搬到线上。所以当跨境电商4个字摆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整个世界的消费者其实都可以成为你的潜在客户。那个是因为就是随着网络跟物流技术的增加，整个地理条件的这个限制就被打破了。我是台湾的卖家，然后我卖去美国，我跟美国的卖家在竞争消费者的时候，我们比的是就是谁的价格比较实惠，然后谁的品质比较好，甚至我们可以比谁比较快到货。这个都是因为整个科技的条件提升所带来的便利。那也因此就是其实现在的卖家都可以接触到更多更广的消费者。以亚马逊为例的话，我们光是美国站的一个消费者就比台湾的人口多了10倍以上，那更不要说我们全球，就是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站点，所以就是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变革跟机会。我之前有听过别人说，这个跨境电商可以做到全世界没日夜，就是这个商务行为是真实在发生的吗？就跟那一首 rap 在讲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就记得跨境电商可以卖到全世界飞航模式，每日夜飞。那基本上我们的时差跟地理条件都会因为科技的条件不同而就是被打破。那其实刚刚你有讲到说你的职称是卖家成功辅导经理，那根据 Alan 的说法呢，他其实就是你们网站的卖家，那你是有可能辅导到他的吗？我自己是没有辅导过他，除了他开始做电商的时间比我入职还要早以外，我辅导的卖家都是台湾的卖家，所以我其实没有辅导过他。哦，所以如果他现在是在台湾的亚马逊卖家，才会是你的这个辅导对象。对，理论上来说是没错。哦，了解。那通常想做这个跨境电商的人，会需要知道哪些事情啊？只要是一个消费者，就是他在他的购物旅程当中会面临到的所有情况，都是一个卖家需要准备的。我举个例子吧，有一个台湾的品牌，它叫做 Goldier， 它其实是一个片帘的厂商，就是类似窗帘，但是它是一片一片的。台湾的窗帘其实你去看它的大小是一样的，可是美国没有公规这件事情，家家户户它的窗户可能1楼2楼都不一样大小，所以它因为美国的消费者设计了一种就是伸缩式的轨道，然后来符合不同尺寸跟大小的一个需要。那我们从这个例子来分析，这个卖家他在销售前、中、后，他分别做了哪些事情？销售前，他其实是需要理解当地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在他的产品去做出一些调整。然后销售中，他需要让美国的消费者理解说啊，我的商品是伸缩式的，然后我的商品是符合你们的需求的。然后在销售后，他需要发货嘛，然后需要去就是做一些售后服务。我们不要问我们从哪边出口，我们要问的是一个消费者他需要的服务，其实就是一个卖家需要去准备的内容。那可以简单的举例一下，就是在刚刚那么复杂、那么多项目的这个算是知识当中，你们会怎么样去辅导这个卖家？其实基本上官方的辅导分成2大块，然后都是免费的。一个卖家他要上手的知识真的非常多，所以为了要节省他上手知识的时间，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叫做卖家大学的自学平台。等于说一个卖家他可以在这个上面有个比较系统化，然后摆主题跟就是各种影片还有文件的学习方式。那他真的可以媲美一个大学主修，他的知识量真的惊人。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则是针对就是1对1的顾问服务。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服务呢？其实你就这样想，其实台湾卖家最常遇到的问题是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don't know。在开始经营电商的过程当中，其实会不知道什么开始，因为知识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官方经理就会陪着我们的台湾卖家一起设计，就是上线的计划，或者是你也可以说销售计划，然后让一个卖家知道说他什么时候应该上手知识，什么时候应该去铺货，什么时候应该要就是可能加大广告的投资，把销量拉起来。那就是这个就是官方这个经理的一个角色。那同时呢，我们针对一个想要做品牌或者是想要做数位转型的制造商，其实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项目，帮助他们去做到品牌的转型。那让台湾的这些隐形冠军可以跨境出口到全世界，成为国际的品牌。哇！所以你们的这个辅导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就是包山包海。那这跟这个 Allen Pro 的课程差别在哪边呢？其实这个课程的差异，我觉得我讲最主要的2个差异。第一个是官方的课程是免费的 ，OK， 所以就是你不用付费，这个就很明白吧。然后第2个差异是我们介绍是官方的知识跟官方的工具，所以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差别。那因为这个 Allen Pro 广告实在是撒了非常多，所以其实也让很多人开始讨论说，跨境电商根本没有那么好做。那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其实跨境电商它真的没有这么简单，我也不想骗观众朋友。就是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讲，经营一个电商通路或者是跨境电商的通路，其实都算是一个2度创业。我真心建议，就是如果你了解的有限，然后也不愿意去做功课的话，那真的蛮辛苦的，真的是蛮辛苦的。对，不过我同时也要平反一下，我觉得亚马逊在2个方面可以帮助卖家减轻蛮多的压力。首先，第一个叫 solution。过去就算你没有外销经验，你没有海外的办公室，然后你没有海外的仓储，你会想说：天哪，我这样怎么打到当地的市场？就算你没有这些经验，你只要 focus 在产品，你有好的产品，你对消费者有好的理解。我们有很多新创公司，它过去是没有海外经验的，可是它因为它有好的产品，然后跟好的消费者insight，所以它设计出来的产品是热销到全世界的。那它怎么做呢？它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我刚刚提到的物流、广告或者是各种工具，其实亚马逊都有很完整的配套措施，让大家就是用多少付多少，使用者付费的概念。所以基本上你只要专注在产品，你一样可以在亚马逊就是热销到全世界。除了刚刚提到的官方团队的辅导以外，有一块是我觉得想要去强调，就是台湾团队成立到现在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跟很多在地的这个第三方服务商配合。所以当你今天如果遇到了状况，然后是可能你个人来不及学习，或者是还没办法理解，你要广告我们有广告的服务商，要物流有物流的服务商，甚至你要就是整个账户给人家代操，我们也有这样子的服务商。所以其实我们是跟服务商一起去跟协助卖家找到解方的。那我觉得大家听到这边，观众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哦，就是以你辅导的这个经验来看，你觉得在 Amazon 上面做电商好赚吗？老实说，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我看过那种就是年营收就是8个 million， 就是800万美金哦，然后是谁？是主妇，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她就是斜杠做电商，然后就是做到8个 million， 我说哦下烂。可是更多的也有看到就是铩羽而归的案例。这个通路上面没有唯一成功的方法，更没有保证成功的方法。它像是一种投资，它会有机会，它也会有挑战。机会就是像刚刚讲到的，我们全世界每一日夜这些消费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商机嘛。再来就是去中间化，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商业模式，其实可以让一个卖家除去中间商跟经销商抽成的这个成本，所以一个卖家他可以在定价，然后在产品设计、研发，甚至到品牌行销上面有比较高的自主权，那它会是一个比较高效的商业模式。那另外我也必须要强调，就是有机会也有挑战。那这个挑战比较像是说什么？就是第一个，你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再是当地的卖家，你全球的卖家都会是你的竞争对手。然后第二个是电商上面的销售，它都是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评论机制。所以当你今天的商品如果遇到了比如说1星或者是2星，那这可能对你的商品其实是或者你的经营上面是会有伤的。那所以我觉得以这个问题来说，我会认为亚马逊在这件事情上面只是一个配角，而卖家的产品才是主角。那你自己有考虑过，就是你知道自己改做电商，然后不要再当这个辅导经理了吗？这个我可以先帮我马赛克吗？其实有，就我常常在想，就是如果我家里有工厂，然后也有外贸经验的话，其实我还是真的蛮想试试看的。因为我在想，就是因为有产品嘛，然后再加上我对亚马逊的一些营运知识啊，或者是经验来看，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的。可是因为现实上面呢，就是第一个我家就没有这个工厂，然后我也没有亲友有类似的工厂，所以就是想一想，还是把电脑就打开就继续工作。那你有辅导过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卖家，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吗？有，我这边分享几个台湾品牌觉得蛮成功的案例。首先第一个是 Urbaner
奥本电检。那他们本来是一个德国品牌的台湾代工厂，那他的企业二代，也就是奥本电检这个品牌的创办人Ray，他是因为他个人对于经营电商跟经营品牌非常非常感到兴趣，但也是因为他个人的兴趣，所以他就有点像是内部创业，然后成立了一个 Urbaner 这个品牌。那首先他是先在台湾的电商，然后跟亚马逊开始经营嘛，那后来就是开了越来越多的站点，然后也是就是卖得非常好，最后他们的营业额甚至比他们母公司还要来得多，所以他就是有点像是善用就是母公司作为他们的供应商，他算是一个二代内部创业一个蛮成功的案例。第二个案例是来自于那个 Kitchen Mama， 它的前身是一间台湾的五金加工厂，后来转型成一个电动开罐器的一个厂商。电动开罐器你可能没办法想象，可是在美国他们使用罐头的频率真的非常非常高。那他们曾经收到一个客诉信是来自于一个老婆婆写来说，我的儿子过几天要离开我的家，可是我的这个手有关节炎，我没有办法使用手动开罐器，你可不可以赶快把你的商品寄给我？那于是他们的客服人员呢就查询说，如果使用亚马逊最快的快递服务，运费是这个$13，那等于是他们售价的一半以上。这时候不知道你会怎么选择？他们就是安排了就是这个最快速到货的服务，这笔交易它可能是赔钱的，可是它是透过这笔钱然后来传递它的品牌价值跟就是对于消费者的一个品牌信任。所以我当时听到我觉得蛮感动的，然后也鼓励台湾的卖家用这样的精神在经营品牌。在亚马逊上面真的是有人愿意买，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卖。例如我遇过就是把rice 米卖到梵蒂冈，然后也有遇过卖真奶的，卖真奶它是那个抽真空的珍珠，然后它的奶粉跟那个红茶粉就是它把它变成粉状的，所以它是一个等于像有点像调理包，然后珍珠那个加热就好。这个卖得很好，超好卖，超好。那我很好奇，就是在这个工作里面有什么是让你感到特别有成就感的吗？我都这样跟我朋友开玩笑，就是说，就是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在输出台湾价值。那什么是台湾价值？其实就是把台湾的这些原生品牌跨境销售到全世界。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所辅导这些品牌在国际上发光发热，其实我内心是真的蛮激动的。然后你能想象，就是当我在跟国外同事开会，因为毕竟我们是美商嘛，那我就例如说，我们就跟他讲到，嘿，就是你想象那个摔不坏的那个手机壳，就是那个动物品牌啊，跟这个宠物罐头，这些都是 MIT Made in 台湾的品牌，就是我真的是打从心里真的非常的骄傲。所以我现在觉得首要的任务也是说，协助台湾的厂商把 MIT 的精神不再是只是着重在制造本身，而是把这个 MIT 延伸到设计、服务、品牌故事，甚至是附加成一个新的品牌，然后协助他们去做产业升级。那在这些成就感的背后啊，就是这个工作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辛苦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在跟客户在谈跨境电商的时候，其实客户的思维如果没有改变，那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影响他们。最常遇到就是卖家在用代工厂的思维去看做品牌这件事情，然后我内心都会 OS 就是地沟倒菜豆，就是因为在做代工生意的时候，你其实是听下游厂商告诉你消费者需要什么，然后你就接单生产，这个是相对是一个 stable 的这个商业模式。但是当你今天走到目前变成品牌的时候，你更需要主动出击去了解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呢，他们就会跟我说我以前都没有做这件事情啊，我现在营收还不是多少多少。可是我们必须讲，就是每一种生意模式其实都有它的一个价值，只不过你今天想要来做跨境电商，你的思维就应该有转变，不然这样子有再多的辅导，其实都是事倍功半。了解，好像大概能够理解，就是他们不了解这个概念，然后一直用旧有的思维，然后再投入，然后让你觉得很挫折，或是觉得有点心累的那个状态。那我很好奇，就是我相信听到这里，一定会有一些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他们开始有点兴趣想要做这个 Amazon 的跨境电商。那对于像这样子的人，你会有什么想要提醒他们的吗？首先，第一个是专注在顾客本身。如果你愿意投入时间跟精力，为顾客提供更好的产品，然后提供更好的服务，经营一个长期的品牌，那恭喜你来对了一个地方。可是，如果你今天看到的那些成功案例，而忘记他们背后的一些努力，那我必须说，就是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刚刚提到的那些几个 million 的这些卖家，他们在乎消费者，提供给消费者几乎完美的客户体验。第二个，我想要讲的是，就是如果你真的对于经营跨境电商有热忱 ，then do something。我们公司有一个公司文化叫做这个 Bias for Action， 中文叫做崇尚行动。崇尚行动不是说你一股脑儿的冲到战场上面去，然后
准备赴死，而是说，如果你真的对这件事情感到热忱，你可以先从一些免费的活动开始，像是我刚刚提到很多官方的辅导或者是课程，其实它都是免费的，那你都可以先来参加，先来了解。maybe 你了解之后，你会有一些想法，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或者是你发现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那也 that's fine， 也 OK。至少你为了你在乎的事情，然后去做一些改变。可是如果你一直犹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好像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那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次，就是其实要做跨境电商，要学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那甚至对很多企业来讲，甚至算是二度创业。所以我真心觉得，不敢说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可它是真的是不容易的过程。只是希望说，我们官方团队的存在，可以让一件本来比较困难的事情变得稍微简单一点，甚至变得比较有趣，甚至让你可能有一些成就感。所以，如果观众朋友对于亚马逊经营跨境电商有兴趣的话，那可以来报名我们在8月24号的卖家成功分享会。好，一个猝不及防的业配。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Bill 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精彩的内容。那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也别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更多的神秘职业访谈。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